这一些美丽花开的背后，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一些心情故事。对于玫瑰的照料，我是下了多少的心呢？花开之后，再度修剪，你可以见到第二轮的花开。随着夏天的来临，玫瑰要做什么样的照护会比较好呢？就是镜头上所看到的，全部剪掉吧。剪了之后，它又蹦出新芽来了。夏天最常见到的话，也就是这些花苞发育不完全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虫儿咬而造成一些干枯的问题。有些品种还是非常的爱开花，像这些枝条非常的细，花苞的形成也是会非常的小，甚至招来一些虫儿咬。被我发现了，甚至这一种蜂它会用屁股的刺去割除一些嫩枝而产卵，日后就会出现很多虫咯。夏天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花苞，但是这一些花苞的尺寸太小了，花开的花型花径完全不标准。是否看到很多的新芽花苞觉得很开心呢？不要想太多了，剪了吧。夏天就是让玫瑰养精蓄锐，你秋天才能好好的赏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n。今天好热，气温的话会到36度，现在已经10点的时刻了，已经显得非常的炎热了，流好多的汗了。现在的话大概就是挑重点跟大家解说一下，避免在炎热的夏天会中暑啊。夏天的话，我们大概话就是不会留这一些花苞，不管是新手，你们就是必须要知道，夏天尽量不要让这些玫瑰花开会比较好，保留这些玫瑰的体力。刚刚你们所看到我这些影片前段所介绍的，你看这些花儿也是不标准的，而且夏天也是有很多的害虫。你看这些芽所长出来的话，也都是比较细的，这些都不需要。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些芽还有这些花苞全部把它做一个修剪，夏天不让花开，保留这些玫瑰的体力，相信你秋天的时候可以赏到一些标准的花儿来。现在真的好热，我大概一边拍摄一边讲解会比较好了。现在这些夏天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也就是我们这些玫瑰老手每年必须做的事情，就是修剪，不让花开。我们就是尽量去保留这些玫瑰的体力，秋天的时候好好的赏花，就非常的 OK 的。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，这些新手就是必须要记得了。这个大热天，你们看这些好疗愈呢，好多的花苞。你们看这些花苞是不是很多呢？而且的话，都已经渐渐长大了，好多的花苞啊，好想看它的花呀。其实不要想太多，把它剪掉是最好的了。甚至连这个都已经饱满了，甚至快开花了。这一些的话是很需要这一些养分的，而且养分会从这些植株、母株去摄取，剪的是不是很可惜？请相信我，不要觉得太可惜。为了这些玫瑰好的话，就是要做一些修剪哦。夏天所开的花儿是非常的小的，而且马上就是干的，会成了干燥的花。你看太阳一晒之下的话，就是这么的软趴趴的。你看这个话是非常消耗玫瑰的体力的，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要做修剪会比较好。据我所知，很多人的话不是做修剪，而是摘这个花苞。你觉得摘这个花苞有用吗？只是上面一端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个人上而言的话，不是如此做的。我个人上是以修剪为主。夏天的修剪不是像冬天必须要剪得很短，不需要的。其实你说把它这个花苞剪掉的话，你看你有这个梗的话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它并非很强壮的。以我而言的话，是整个剪掉，剪得比较清爽一点。看到了没？从这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芽点在这个地方下刀，这就是了。剪下来大概就是这么长，这些花芽都不需要了。我们再看个详细的话，你看这个就3个花芽了，它可以开很多的花，但是你觉得是上面剪掉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不是的，从这个地方
下刀，把这一根全部剪掉。这也是夏天修剪的一个方式。现在快速做个修剪吧。就是这样子的状态。这些花芽都不需要的，你看是不是很清爽了？整体上很清爽。这一根的话，这个比较健壮的话，可以稍微剪短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整体上来做个拍摄，修剪的一个状态。修剪期间的话，其实有时候看到叶片这么大的话，我会剪掉一些，不需要养大那些叶片吧。这个玫瑰刺有时候会被勾到，就是要注意的。你看，这个的话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剪呢？其实不要想太多了，剪掉。这些都不需要的。这些全部都是剪下来的花芽、花苞，不要觉得太可惜。真的，为了秋天的赏花，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才好。修剪后的清爽，是否从这个画面可以感受到了呢？这也是夏日养护必做的事。外头实在太热了，我的手机已经有2次的过热的警告，不能使用，不能操作，可见今天多热的。接下来我把镜头转到这个屋檐下做个讲解。夏日的玫瑰养护，也就是如此做就好了。修剪枝条的话，不需要修剪得太长，它不如冬天要剪得很短。剪点点，把那些花芽剪掉就 OK 了。甚至夏天的话，我一天会浇1次，至少1次的水。太热的时候，1天2次的水。夏天让休眠不是完全不动不喝水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夏天还是要给水分，这很重要的。关于施肥这一方面，以我个人上来说的话，我夏天会给一些易肥，就是1周或2周就是给1次易肥，保持这些玫瑰的体力。关于那些固体肥料的话，我是在秋天之前会下一点点的固体的肥料。这个就是目前夏天的一些玫瑰上的养护咯。我觉得很稀奇，真的很惊讶，就是每当我在拍摄的话，就有一个花友问我说，下一集可不可以介绍什么样的一些影片？真的被他料中了，我正是拍这一次的影片，让你知道新手这一方面的须知。夏天玫瑰的养护非常的重要，假如说你秋天要赏花的话，下一集影片见了，拜拜。